们也过来一点呗。进来一点。哇塞，感觉好像来到了 KTV。可以靠近一点，可以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点。哎，什么？哎，一会儿每个练习生都要这样念。担心下跪是吗？真是。没有，请来，我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吗？现在可以了，来，我来，我先给你念好吗？着急啊？急。我给你来一个开胃菜。哎呀，好。兔猪猪 ，Hello 小猪，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其实本来真的没打算写这封信的，本来只是想听我说完，本来只是想默默的陪伴你完成这次定制公演。但是呢，你昨天排练完在后台问我，你明天生日环节的时候不打算和我说点什么吗？我说啊，你想我和你说点什么吗？你说什么？难道你没有想和我说些什么吗？我说没有啊，你让我说我就说啊，然后你就说你必须说，我说好的，我这就来了。你看我多么的好说话，我对你一直都是很心软的。其实我们认识挺久的了，不熟之前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不怎么爱笑的小前辈，嘴角是向下长的，看起来有点高冷凶凶的。但其实和你熟了以后，就会发现你很好说话，笑起来也很可爱，一点都不高冷，一点都不凶。回想起来，我们一起住过很多次。有一次我们去西安拍总选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我特别的温柔，你和我说话都小声，我和你说什么你都说可以。也是那一次我发出感叹，怎么会有人睡着的样子可以这么漂亮？啊，你们不记得吗？我还在口袋发了猪猪睡觉的照片。对，然后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迷恋上我的。啊，你们看到他睡觉的样子不迷恋吗？对呀。是的，然后还有在西安拍旅行日记的时候也挺搞笑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突然有一只蚊子跑到你的脸上，我当时太着急了，我很害怕蚊子在你脸上给你叮一个包，所以我就想去打蚊子，真的是下意识的动作，我的手掌拍到你的脸上。那是我第一次在你脸上看到这么复杂的表情。旁边还有很多代拍老师，其实我的内心也挺复杂的，因为我没打到蚊子，蚊子跑走了。你能理解我当时是真的很害怕蚊子咬到你的心情吗？好，好像也是那一年的事情。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也一起住了。我记得住的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们2个单人床都快挨到一起去了。有一天，你和我说你晚上要去找上海的朋友们玩，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吧，我怕生。然后你有关心我，那你一个人在房间要干什么呢？怕我无聊，然后你就一直问我。结果那天晚上我没等到你回来，我就睡着了。但是我的睡眠很浅，我还是有听到你回来的声音。昏暗的灯光中，我隐隐约约地瞄到你走来走去，但是蹑手蹑脚，很轻，很怕吵醒我的样子。第二天我醒了，你还要问我昨天晚上回来有没有吵醒我。天哪，朱雨欣真是一个小天使。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住哦。好的。以上是和你一起住的事儿，以下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事情，比如猪猪其实给我发了很多次生日弹幕，而且每次都是你主动发的，真的让我觉得很惊喜，因为你每次写的都很认真。虽然你平时很少对我直接的表达，但是我还是有感受到你很在意我这个朋友的，对吧？虽然就是就平时总是喜欢逗他嘛，因为我觉得逗他很好玩儿。我后面也会说。对，比如在后台化妆的时候，我们的座位是挨着的，你总是手不停，嘴也不停。我们坐在一起，我是说他边化妆，显得我像个多动症呢。确实有点。我们坐在一起化妆的时候，就是化多久的妆就能聊多久的天。我不说话的时候，你还要说我在冷暴力你。对啊，我不说话，你还要说我冷暴力你。但其实我想告诉你，和你坐在一起化妆聊天的短时间里，我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和开心。平时我们不在一个队公演，你工作也很忙，能坐下来聊聊天的时间也挺少的，所以我还挺珍惜这样开心的时光的。比如猪猪平时特别的爱逗我，可以说是在 GNZ 爱逗我的成员里排名 top 3。我是怎么不，后面一句话很重要，我是怎么都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会讲不过一个平时算数都算不清楚的人。不过看在你总叫我小方琦的份上，我原谅你了。
比如你会主动的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出门吃饭，邀请我去你的房间玩。虽然你不会陪我做饭，我说是玩分手厨房的意思，但是和你一起玩马里奥还挺开心的，因为你玩小游戏特别的厉害，每次和你一对都有一种稳赢的感觉，很安心。不过一起玩游戏感觉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你真的太忙了，行程满满的，希望你忙完定制以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别把我们猪猪累晕倒喽。其实还能回想起很多很多小事，这一次就先写到这吧，以后肯定还有机会的。你知道的吧，其实我就比你小1岁，说不定我们能一起熬到毕业呢。加油朱雨欣，加油方琦。最后再夸夸你，你说会的。好的，加油，努力吧。好，我们俩一起加油。最后再夸夸你，今天的定制公演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知道你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构思了，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像前面说的那样，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然心情也是。希望你可以多一些开心的事情，少一些烦恼。有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玩吧，或者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也可以给我发消息。我和你说，我回消息特别的快，当然我也会对你主动一点的，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还要说，对，你记不记得在越南的时候我对你干什么了？记得。好，然后其实我不过就是在你直播的时候亲了你的脸颊一口，就被你说是直女骚扰。那既然大家都是直女，现在能不能亲我一口呢？就当把我那天对你的那个 kiss 还回来好吗？不行吗？不行吗？不行，不行，我不同意，妈妈不同意，我不同意，妈妈不同意。那这样子，你每个人都亲一口。对啊，哪有这样索吻的？好吧，那你下次还给我哦，走了。我还没跟你说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嘛，我确实很喜欢逗你，因为觉得你很可爱，然后就是那种很纯情的小女孩，然后说点什么你就啊这种，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对，然后方琦确实很体贴，然后就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房间，然后突然那个电话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电流声给我吓死了，胆子特别小一个人。对啊，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方琦，然后他马上就上来陪我了，陪了我好久。然后这次就是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方琦就是看上去这么萌妹，但是是个很可靠的小女孩。知道就好。好，之后也一直会是好朋友的。一起熬吧。好的，加油。好，辛苦喽。下一个。他这个开胃小菜有点太开胃了，我们都真的吗？我们这些小菜都有点不敢上，有点太菜了，开胃大菜。我本来就是蔬菜啊，因为因为番茄、西红柿。啊，第二个来，我来吧。我就说鸽子就是这种人，还没出戏呢。哇，他就要给你，就是因为猪猪比较累了嘛，想让他休息一点。不是，就这样就讲 OK， 哎，这样不合适。你别那么狗行吗？你太狗了。不合适。那个简单跟你说两句，就是因为我们猪猪是一个。怎么说呢？特别犟的一只猪猪啊，就是我们平常它会很不开心啊，有什么各种烦恼，就会跟我们巴拉巴拉在说。然后我们就讲说猪猪你应该怎么样，然后他也不听，他就在那里讲他的烦恼。然后我们跟他出谋划策，然后他也不听，就一股脑的在那儿说。然后他会反驳你所说的所有的问题，就是解决的，就是出谋划策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反驳。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的不开心，然后也不要想那么多。我平时这么不开心啊？对啊，你忘了每次我们在房间聊天的时候，都是你在巴拉巴拉说，哎，我怎么样，然后我们在那里说，然后你也不听。但是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女孩，你看，有这么多大家陪伴着你，是不是？所以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都不是很值得的事情，也不要往心里面记。会的。
尽量吧，尽量。但是因为我确实是个挺会内耗的人嘛，然后自己会想很多，哎，但是就是那种一头钻进去就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但是有大家陪着我听我抱怨，我还是觉得很幸福的。对，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好的事情，然后不要记得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你要想，你未来的路一定是铺满鲜花，然后看还有这么多爱你的大家，会走到更高的地方的。好的。然后今天不是加冕了吗？所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也一定是漂亮的度过的，对吧？谢谢鸽子，生日快乐！谢谢。来吧，下一位，公主请坐。请说，请说。就是其实猪猪啊，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因为就是一开始我看到你，我第一个反应是你的眼睛特别的大，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扑闪扑闪着，我觉得特别有灵气，而且就是你在生活中，其实你是一个特别臭屁的一个小女孩，就是比如说你在那边化妆的时候，你就会说，哦，肿不肿啊？我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就说你一点都不肿，你特别就你就这样，是吗？真的就是真的就是特别的傲娇，然后我说哇塞，这样的你很可爱啊。然后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内核特别稳定的人。俗话怎讲？就是因为当时不是我陪你就是出去拍那个照片嘛，然后当时天气特别的热，然后呢就是很多东西也没做的那么到位，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情绪好稳定，虽然可能是你没表现出来吧。我的火已经压在这儿了。对，然后呢我就说天哪，你既然能忍得住，我感觉我都要忍不住了，就是我觉得说天哪，感觉你真的就是成长了好多，就是虽然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么热的天，然后呢很多东西做的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是你还能很就是平稳的来应对这些情况。因为就是你也知道那天工作量就时间紧任务重的，我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是生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是吧？对，然后呢我就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就是各种事情都更顺遂一点。好，加油。好的，谢谢小丁。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你最辛苦。好，到谁了？你们怎么啦？来呀来呀，来嘛！你们怎么站起来又坐下？非常的，我们来，我们站这边。不是，我要在这边。好，你快来，我们一起，这样子显得我们就是戏份综合一点。是，哇，来混合一点。好，就是我觉得，毕竟我也是看猪猪一路长大过来的。是见证者，确实。然后我觉得猪猪在我心里一直都没有变，他依然还是那个，韩月，你说我这个该怎么的那种小朋友的感觉。因为你对我来讲就是很可靠，所以一想到事情我就喊月，怎么办？哇，哎，老菜皮就是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哇，好贴心的猪爸，猪爸，够不够做？你走去吧，我也是再来。没事。好，继续。对，然后我就是觉得，一路看着猪猪走过来，我也觉得也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像刚刚小丁说的，他有非常稳定的内核。然后，其实我觉得猪猪一直都非常坚定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很有想法。其实不要看他平时笨笨的，但是在比如说我觉得他一直都对舞台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设计，然后一直以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灵感，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点。然后而且我们猪猪审美也很好。对，刚刚那个谁丽嘎还说想偷他就是怪盗那一套衣服去穿，没有说偷啊。对，就是说你想穿怪盗基德的衣服。我觉得超帅，是吧？超级帅，看上你的衣服了。那你就是怪盗伯德。王子，怪盗伯德。怪盗朱德。那你是怪盗伯德。怪盗伯德。
讨厌。对，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辛苦了，但是现在得到的和未来会得到的一定都很值得。借你吉言，对吧？对，听懂了吧？听懂掌声。我们全程发作。对，然后就是虽然说猪猪内核很稳定，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它稳定的内核也不要总是受到外界的刺激，能够就是像小公主一样，能够被好好的保护，好好的珍惜。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都很爱你，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好，是吧？然后我现在都记得啊，你说我像什么春风来着？哎，又有点不记得了。就是我觉得猪猪，就是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虽然我看起来很冷酷，但其实我还是很热心的。对，然后你有什么？我找你也没手软呀。那倒也是。对，然后希望之后你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分享。虽然我肯定也就没有办法帮你什么抓蟑螂啊、插电线啊，但是陪伴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开解的或者是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我觉得我一直都蛮依赖你的，就是也会有困难都会找你。有困难才想起我。我没有快乐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扣你。对，然后猪猪经常也会说我们一起出去，比如说按摩啊，或者出去玩啊什么的，特别想念之前我们一起去什么密室逃脱的日子，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对，然后希望你之后依然忙碌，但依然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你好会说，好，谢谢韩月，加油。好的，听懂掌声。哇！你好像个导师啊。来，老师，好的，猪猪妹。我刚本来想落笔开始给你写2句了，然后呢不知道到底该叫你猪猪姐还是猪猪妹，所以决定临场发挥。好了，我觉得在我心中你就是真的，就是我想叫你猪猪妹的时候，我又觉得你自己就是坚韧的性格，真的就是你自己让自己成长了很多很多，但是其实你内心一直都是一个有一些小小脆弱，但是坚强更多的小女孩吧。反正呢，就是上一年你就一直在出差，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你在外地到底就是经历了多少，但是我们永远都在这里等着你。然后呢，以后永远都是酒肉朋友，好吧？对，虽然说我们不能就是说，特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经历的一切困难都更多的需要你自己来克服，但是我们能够永远的在你身后鼓励着你。然后呢，新的一年你一定就是会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呢，我觉得猪猪就是，虽然说你就是长得很有气场的样子，但是他的内心真的是很脆弱、软弱的也不是软弱，很脆弱、细腻的小女孩。所以呢，就需要更多的行动的付出，所以希望你接下来能够收到更多行动上让你感觉到的爱意和支持，然后给你更加多的底气。然后今年你一定要做真正的女王。好。好，到小乔了。好，小乔这卷我们给你前讲2句。哇，这很早之前写的。讲2句，记得上次你说这段时间总爱哭，在拍水折的最后一天，你一个人默默流泪。我想是不是拍摄对接的原因？但结束之后你还在哭，我想这可能又是什么没有原因的落泪吧。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安慰到你，只感觉到担心和心疼。如果可以的话，多多诉说你的不开心。如果想哭，我们可以喝点儿，一起哭，一起笑。不要默默的流泪，也希望你可以少一点莫名流泪的时候，不要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知道你怎么可能压力不大呢？你是有自己目标的，也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女孩子，所以肯定不可能当一个没有压力的小偶像。只是希望你可以有收获，就是收获你的努力和你的付出和收获可以成为正比。希望猪猪妈也可以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值得站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今年猪猪要一个披风。
一个披风，要一个披风。然后希望公司可以对你好一点，不要再让你难过和失望了，多多珍惜那么有想法并且努力的你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当时随便写的一点，然后就是刚听韩月说你是个内核很稳定的人，我刚好昨天晚上刷到一个抖音，就是说内核强大的话，你肯定经历了就是大家看不见的磨练和那种经历，所以你才会变成一个那么内核稳定的人。因为不知道从多久之前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总感觉你没有那么稳定，就是没有现在，真的就是他当时还是爱发疯，现在稳定了。当时是一个就是有点爱发疯，没有，就是他当时没有那么稳定的情绪，然后有一点小孩子气吧。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是慢慢成为了一个真的就是觉得让我觉得很可靠的前辈。以前就是你可能总是会为了前辈的毕业而担心，就坚持觉得自己就是当不了顶梁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因为你就是真的做到了，你就是真的是顶梁柱一枚。就是现在在很多时候，我就是看到你，就是虽然长得那么可爱啊，这么漂亮，但是你的内心就是很有想法，而且你是一个很理智的人。真的，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吧，你就是会很理智，而且我觉得你很有想法，而且很有内核。我觉得你就是自己偷偷成长了很多。反正希望不管你怎么稳定，也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人都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来找我们发疯。反正就是不要把自己就是强撑为一个，比如说很坚强的大人。就是有些时候在我们面前你不用那么稳定的，然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干嘛就干嘛，想骂就骂，反正我就是都有我们陪着你。然后就是你的定制现在非常顺利的结束了，然后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好的。还有一个永远当你的小天使。就是觉得真好啊，身边有这群朋友。然后其实我还挺喜欢从大家口中听就是这些评价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从大家的口中听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也可以从你们口中了解到更多的我自己，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今天感觉好像也了解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直可以这么互相陪伴下去。一定会的。刚刚说你聪明那句是场面话哈。好呢。对，然后希望可以多多陪伴，然后下周想轻松一下。可以的，后天。应该的。对，想稍微休息一下了，该休息了，再不休息人不行了。对，然后好，下周见。好的。明天不见啦，明天去公园啦，明天晚上见。什么意思？明天晚上见。明天晚上见吧。 OK。好的。好。好的，谢谢大家。哇，我这么高啊！突然，怎么回事呢？你们4个什么意思啊？我们4人转，我们左右脸是这样的，左右脸联盟。来吧，过来一点。来吧，好，前一点。好，那我先说吧。OK， 小猫咪。就是猪猪呀，那呢？真的有很多面，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像那个小妹妹一样，就是很会撒娇，让人很有保护欲；然后有时候像大姐姐，让人觉得很可靠、很安心。但是不管是哪一面，都让人很喜欢。就谁能会不喜欢猪猪呢？是不是？特别是真的大眼睛扑闪看着你的时候，真的。然后就是通过这几次主题公演，真的发现了你也真的是确实内核越来越强大了，然后情绪也变稳定了很多，然后也像比之前舞台也是丰富了很多，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厉害？通过舞台还有 PV 把就是这些故事都串联起来了，也通过这些感觉就像是你的这个经历一样，越来越成长成熟，然后像现在变成一个公主啦。对，就真的很棒，然后也希望你就是能一直做自己世界里傲娇、可爱、自信的小公主。对，就真的自信了特别多。现在看着你就在发着光，对，真的很棒喽。你成长了，对，真的成长了，真的很棒。
也相信你未来会更加优秀的。然后有时候想到你之前不是还很焦虑，就说很怕自己会就是带领不好自己队干嘛，就很担心。但现在真的你带领大家越来越好了，真的有在好好的站在这个位置做得更好，真的很棒。担起大旗了。压力好大，跟听你说这话。没有，真的很棒。好，谢谢舒淇。好，我两个一起说吧，到你先说啊，来吧，该你了。嗨，朱老大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你。就是怎么说呀？真的，在我印象中，猪猪是一个冷起脸来，就是脸一垮下来，感觉就让人不知道怎么该跟他搭话。然后就是，但是最近就是当了队友之后，慢慢熟起来，就有一种，哇，这个人，这个猪，就是他虽然表面上一副冷酷的样子，就是有一副坚硬，然后看上去怎么样戳都戳不破、无坚不摧的盔甲，但是心里感觉还是比较脆弱。你用穿山甲来形容你吧。刺猬那这刺猬是我。哦。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他经常就是猪猪经常一副表面上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内心早就是乐开了花，或者是已经慌得不行了。是的，装的。对，就死装。但是相信你，就是这几年的成长，让你学会了很多处理一些事情的方法。然后相信你在事业上都会越来越好的，有你的猪猪妈们、猪猪爸们的支持。然后再说点生活上的吧，多吃点。就是他真的忙起来，他是感觉就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纸片，就随便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就感觉这个鼓风机能把它吹起来一样。然后吹起来是什么仙女吗？你是？对，就是最近有点太骨感了，对吧？就是多吃点，把你之前的那个肱二头肌吃回来。对啊，猪猪已经变成小猪肝儿了，我们天天就在说小猪肝儿，真的就一个根儿一样，小根儿。好多会多吃的。是啊，就是多吃点，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好，身体第一，还年轻呢，别就是拼命的去造啊！对，不管怎样啊，身体第一。好像个家长呢，语重心长啊。我们什么家长发言？是啊，好，来，瑞妈。好了，下一个。好，那我要说一下，就是也谢谢，就是我在这个队伍里有你们两个，也会经常帮助我呀什么的，然后也确实觉得很可靠啊，大家。然后之前确实会很担心啦，但是现在觉得大家都越来越好了，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当然，同样我这两位队友也非常优秀，然后不管是定制啊，还是平时的节目都非常的好，然后也希望今年你们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结果吧。对，一起加油！因为我们都在越来越好。是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哇，你们三个御三，不敢说，开玩笑。Z 对御三，加了一个前缀。OK， 去包完了。好了，退下吧。你们把我家长发言都讲完了，什么意思？怎么徐楚雯抢了我猪爸的台词？本来我就想交代你照顾好自己，因为我最想跟你讲就是这句话。因为朱艺兴真的，我那天看那个就是彩排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你在这儿彩排的时候，我当时都认不出你跟黄楚英是谁了。我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子了？真的，你的那个腰，你的胳膊都比他还瘦了。跟他差不多了。真的，你知道吗？他的腰跟我的头一样，就是他的腰围是我的头围。以前我们就量那个尺寸的时候，那你把头放这儿量一下。真的，我现在就觉得，他瘦的跟我头围一样了，他的腰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要多吃点。来，你来一段。哎，这么快，你还没组织好是吧？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因为我总感觉好像讲过这些话了，就是从初相识，因为我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给你就从头到尾讲了一下我们的就是亲密，不是亲密，亲实，就是
相识经历，就是变得比较经历了，变得比较熟悉。哎呀，你好聪明，就是我们变得熟悉，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第一次呀，也是跟方琦好巧，但是我应该在他前面吧，因为我是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俩一起就第一次进圈，让我们出去，我们两个不是回来一起，我们俩单独回来吗？还是周总护送的我们？哦，记得吧？我们俩好拽哦，对啊。然后我护送完之后，我们俩一起吃串串呢，就我们两个。当时我跟你聊了好多，就那个时候开始认识猪猪的，跟他就是玩，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俩是单独出去吃饭嘛，了解了他很多方面，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熟的。没想到马上就迎来了8班，然后就开始熟了，8班就更熟了，然后一个队更熟了，中间跳过自己不挡。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觉得猪猪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他气场很凶，但是其实朱艺兴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非常好说话的人。你们不要看他老是突然觉得好像眼睛一瞪什么就生气了或者怎么变人了，其实你再给他多说一句嗨嗨好吧，就是一个很怎么说你呢？就是这个怎么形容呢？耳根子软也不太好，反正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就是坚定一下，就是你要学会拒绝。就是别人说猪猪能不能怎么，你要说不行，知道吗？就是不能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拒绝这个事情是分人的，是吗？那你变太好了，因为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喜欢的人，我肯定不会拒绝他的。哦，完了，那你没拒绝过我，你不会。没有，开玩笑，就是猪猪很好。你看这定制，他这次定制好像给了就是其他我们的队友啊，包括其他就是我们整个接内成员好像5、6首，就是都是别人的，就是在 C 位的 unit 嘛。真的，我就觉得猪猪这个人真的是太好，太温柔，太善良了，真的是。没这么夸张啦，就是大家来公演也不容易嘛，然后也需要有自己的就是表演的这个。对呀，我就觉得你很好啊。真的太好了，然后还有点，我真不知道什么，因为我反而觉得太熟悉，就不知道怎么说了的。其实更想就是私下跟你说，就是还希望我们还继续一起玩一起闹，虽然陪你可能不久了。没有，不是，因为我还有一点就猪猪真的是太好了，他是第一个把他所有的那个本子啊、剧情一串的第一个发给我的人，所有的。就让我帮他看一下那个剧本，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太信任我了，什么就给我说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猪猪真的是太信任我了，你不怕我把你卖了？没有啦，开玩笑。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排本子的能力很强。谢谢。就从去年就是圆圆也给我排的非常好，那个段算命的那一段，对，专业代排20年。欢迎各家找，也不是，对，然后我觉得猪猪真的很好，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没有了猪猪，我都找不到还有下一个能那么信任我的人了，哎，就是觉得猪猪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猪猪真的是就是在我的心里，就是你不要看，现在是我们两个的环节，耶。不要哄喽！不要加戏哈，一会儿你讲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加戏。我动都没动，你说是你们环节我才蹲下。真的，我就觉得猪猪真的太相信我，我觉得猪猪好好呀，就是这么用心对待别人，一定也会得到别人珍惜。而且想想我们去年的那些东西也都实现了，所以今年也一定会实现的，我敢打赌。还有记得找我那个，懂了吗？找你那个，你忘了你去年第一个那个是不是我连的？今年又是吗？今年好像不是，今年不是我。好的，之后记得连我，记得找我啊！不连我，直接一个电话，一个 call me 兄弟，不是干啥，兄弟，快来，我马上就给你在直播间，来，欢迎大家来3、2、1，夏日愿望。就是说，就是我就是一块砖，哪需要我就哪里搬，我不是你的猪爸，我是你什么都可以，对，所以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多吃一点，生日快乐！谢谢袁姐 ，OK， 谢谢猪猪，那我们一会儿在一起抱一个吧。好的。你说，我说完了，你盯着我干嘛？你抱完了是不是应该坐下了？到我的环节了。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讲的时候你也站着的。哎，这就是我的日常了。啊，不重要，好吧，你什么意思？他直接坐叶子的腿上。这是我的位置，我刚在唐丽佳旁边的，我不知道他坐过来了。你好吗？在我后面，我没看，我就看到唐丽佳腿上坐了，我不知道。道歉，对不起。跟谁道歉？对，还有呢？对不起。还有呢？还有谁？还有你吗？你挤到他了。我到了，我都到了。对不起。我真是服了。好吧。好，到我的环节了。然后我好像还
还没有从我们一开始认识这样讲过哎。对，真正陪你不久的人来了。对，就是莫名其妙，前段时间突然收到一个私信，然后看到了一张生写，然后才突然是我们2个拍的。对，然后就是才想起是当时我们去 Hero 的时候。对，就是第一次楼梯间。对，在楼梯上拍了那个生写，我们双人的生写。天哪，有没有龙珠粉丝？你们家龙珠？没有，开玩笑啊。就是其实才想起我们最开始接触，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最早也只是知道有一个很可爱、很会撒娇的一个小妹妹，对，算是小妹妹，对我来说是小妹妹。然后出道了，然后感觉她很不错，但是真正有接触从那个时候开始。但说实话，接触也不是特别多。那时候对你的印象就是感觉还蛮沉默的。可能因为不熟吧，然后感觉很沉默很高冷的样子，然后之后就直接过渡到8班，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没那么沉默了，感觉你稍微鲜活一点了，但因为可能我也是那种不是很主动的人，感觉你是喜欢在默默观察大家，瞪着个大眼睛就。对，就是可能你也没说什么，但是感觉你好像对我，对比我对你的了解还多一些。因为后来有听到你一些什么直播切片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说出很多我自己都不记得的事情，然后就是那种很观察细心的一个很细腻的小女孩。那个时候是这样觉得的，但是真正特别熟一点呢，就是还是你到 Z 队来了之后，然后猪猪也每天都是。瑞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瑞子，你帮我看看这个行不行？你看看那个行不行？对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很喜欢被需要的感觉。对，就是莫名其妙的让我有一种自信心很暴涨，有一种他这么需要我一定很可靠吧？对，这种感觉。确实你很可靠。就是这种感觉。龙队。不要叫我龙队了。除开队长身份之外，也还是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帮助的，对。然后就是，真的是这一路以来，我也算看你长大的吧。就是从那么小个的小猪猪，然后现在变成猪猪陛下、猪猪女王，就是确实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的内核一直没有变，一直都挺稳定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挺神奇的，感觉你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宝女，可能不开心了，然后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真好啊，然后一下就好了。然后有时候又很独立，我觉得猪猪最独立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很震惊，因为我们俩喜欢去按摩，然后有几次因为我在忙，我要那个代役什么的就没有办法去，然后他说那我自己去，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对，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去按摩的人。他说可以啊，我已经在按了，就觉得他真的很独立自主。然后直到后来咋了？就自己按个摩就独立自主了。很独立啊，我不行。然后后来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崇拜你，我觉得你很独立。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个人按摩。对啊，一个人按摩我就很独立啊。然后有几次，因为我很想按摩，但是你又不在广州，我就没法约你。然后他们又不去，然后我就给自己打气，猪猪都可以，你也可以的。对，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自己一个人去按了摩，然后就觉得自己又长大了不少。对，之后可以多找我。对，然后再说回来的话，就是最近你真的有点感觉太累了，就是而且其实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应该可能大概或许记得吧，就是我们过了12点。正在努力抓鹅，然后抓鹅的间隙，就是其实也只是因为真的很忙，然后也只有每到12点过，然后那个鹅刷新的时候，那一点点时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天中最放松的一点点时间。然后一边抓着，然后一边在那闲聊，就聊了很多。然后猪猪当时感觉，我感觉他不是很焦虑，然后他又说。算了，就这样吧，感觉好没有意思啊，不啦不啦不啦，不想再付出太多。结果今天看，这叫没付出太多，我真是服了。就是他嘴上说着，
哎，算了，哎呀，太累了，搞不来了。然后结果其实还是花了很多心思，也都是尽量把它做得尽善尽美，然后每一个环节都照顾到，包括整个流程的流畅。他其实真的从很早开始就已经在构思这个了，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大家只会说哇，这个猪猪这个小脑瓜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搞出这个？其实他真的不是说脑子聪明就可以搞出来的，不是他不聪明啊，首先他脑子很聪明，然后就是他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心血去前期的筹备，然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大家都哇这样叹为观止的这样一场公演。而且真的，我也感觉就是参加了你这几场定制以来，也有感受到你的成长，就是每一次公演的这个主题也有在改变。对，一步一步，直到这一次是自己拯救自己，这个成为自己的独立的大女主。对，就是希望，猪猪妈妈能给力一点。对，希望今年真的能够得偿所愿，然后希望你受的苦，然后那些不公，各种就是那些糟心的事情，在最后那一刻都可以化解掉。对，希望一切都值得。好的。谢谢瑞瑞妈妈。好的，猪猪宝宝。不是刚刚说了要一起抱一下。好了，猪猪说一点，猪还没跟我说呢。要一起说啊，要一起说吗？什么？人家要跟我，他牵着我的手。你说吧，就是，哎，日常啦。对，然后其实就是在瑞子跟圆圆旁边，就是觉得有一种自己变成幸福小孩的感觉了，就是有一种吵吵闹闹的感觉，然后看着他们吵闹，然后虽然有时候是斗嘴嘛，但是也会觉得很可爱他们两个。然后确实他们两个一直以来在这队都像两个大家长，然后也一直年龄在这儿了，确实也当不了小孩。就是觉得很开心有你们陪着我们，然后平时也非常的操心，就是队里的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你们就是叫不动出来玩儿。是龙玉瑞好吗？没错，哎，太叫不动了。是他，我还好吧，我还是好几次我的。乱讲好几次，你没去，你没去，他没去。谁没去？好，都有了。大哥不说二哥都差不多，好吧？对，然后希望就是这次总要出来了吧？我终于忙完了。对，必出。 OK， 忘了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地方，已经刚去。哦，我想起来了，猪猪的玩的可嗨了，在那。我第一次，猪猪是麦霸，我跟你讲，那话筒不离手，没手，我会，边唱边跳，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他那样。因为都是他点的。KTV 啊，我们在 KTV，不方便，很丢人的你这样说。没，不丢人，唱的还是很优美的，对，非常专业的唱跳歌手，我跟你说，真的又唱又跳的很厉害，十几首呢，不喘气，夸张。对，反正好，那就这段时间也都辛苦你们了，然后可能就是队伍啊，还有什么未来也要你们两个再操心喽。然后我希望可以在未来是你的，未来是你的。就是以后你自己多操心吧。开玩笑，我在的时候还是会帮你操心。就是你们在的时候，还是希望可以多依靠你们的，因为我还是一个还是很没事，我不在了，打个电话 ，call me 兄弟过来。OK， 好的，那希望不管未来发生什么，都可以好好陪伴对方。好的，好的。什么陪伴对方？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啦，我们一起陪伴，然后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没事就记得出来玩啊。好，必须的，记得啊，必须的，我跟你说，必须的。我场次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应该不会像之前那么拼命了，就可以。好，我都是来。好，我记住了啊。好的。来，有请我们博德小姐。来，博德小姐来了，给你写的信啊，开始了。你好。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猪猪公主，猪猪陛下，朱一新女士，生日快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套用我的模板。对呀，然后就是一起当姐妹了嘛，又1年了。这1年不像是刚开始熟络起来时候的那种彼此都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而是随时见了面之后，的宠溺的拥抱，不开心时一个委屈的拥抱，微醺时超绝可爱，并且超有意思，听你叨，然后发牢骚时候的猪猪，其实也早就在我的心里已经有很重要的位置了。上一次给你写信，还说我俩熟悉起来也蛮神奇的。但从熟悉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很难说了解你之后不想跟你做朋友。你是有自己的小脾气的，而且看起来很不好惹，对。可是你真的很温柔，特别喜欢你的性格，跟你相处就特别像那种好闺闺。就比如说，今天陪我逛个街，然后就陪我喝2口，然后咱们感觉大家都要喝2口的样子，然后就一起去做个一起去做个美容啊，就是开心和一些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哎呀，就是好喜欢这样的猪猪，漂亮又好玩。你看看你，嘴上都又长疮了，真的。那是抛弃。对，就是我真的就是眼睁。不是，我真的眼睁睁看着他，就是这段时间从他的那个嘴上就是很光滑，然后变1个、2个、3个，然后到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一个人在这儿彩排，然后嘴上就满嘴都是泡，然后对，特别的辛苦，就是因为他一到这种就是比较焦虑、比较辛苦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对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对我觉得特别的痛苦，然后就希望你就是今天就回去好好就处理一下他。不然我们真的就不能一起drink了。好了，继续。其实猪猪是一个把朋友都放在心上的人，就是为朋友拼过命的人，哈哈，是为我拼过了。记得就好。猪猪自己说的，怎么猪猪自己说的，因为就是我们俩就是生日公演嘛，就间隔了1周，然后我们也互相找对方助演啊。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水着的 PV 要拍，然后就是前一天我拍你的，后一天你拍我的，而且我还是那一大早，然后来回的车程3个小时，我们跑去了珠海，然后非常的远，然后也就拍了一下，然后当时我们就是顶着就是40多度的高温，然后在海边拍摄嘛，而当时天气非常不懂事，就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然后我们就淋了一场大暴雨，因为小乔特别想淋雨。非主流小孩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一起沉浸在这场大暴雨中，然后沙滩很青春啊，对，沙滩、衬衫、泳衣，还有我们在一起时的喜悦，好像那一刻疲惫都不见了，其实不是，在回程的时候你整个人昏迷，就瞬间昏迷入睡，然后当时衣服就全身都湿透了嘛，然后看着如此疲惫的你却没有一丝抱怨，虽然我觉得你心里可能已经在骂臭娘娘无数次。OK， 不能，好了，别骂我。虽然你平时也是这么骂我的，没有，我不会生你的气的，臭猪。好的，好吧，鸟鸟看着都心疼了。好吧，我们认真一点，说今年的主题，好吧？就去年你就说你已经想好了今年的主题概念，你跟我说的特别津津有味。对，就是什么呢？大女主。所以今年特别期待猪猪公主如何诠释大女主。果然让我很不意外，整场就是十分连贯。概念非常的明确，那么作为你的好朋友的我，真心祝愿你可以成功加冕，绝对加冕。塞纳河新晋大女主朱一新女士要健康幸福，这条花路我们陪你走。哎呀，好尴尬那一句。你这条花路我们陪你走。好，我现在切掉，走，一起走。这条花路我们陪你一起走。好。好的，猪猪生日快乐。有没有觉得很似曾相识？后面的话有啊，是我跟你说的，套的模板，对，套的很好。你刚让我想起了他那个 PV 上的吵屎了。我没有说吵屎了，我都吵死了。很可爱，对。然后就是跟你做朋友这么久，就觉得跟你非常有闺蜜感吧，就是感觉每次跟你在一块儿，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2个小姐妹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是，确实。对，然后也希望可以就是你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一些这样的时光吧。对，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不仅是每天，不是每天，不就是不仅是我们每天晚上，不是每天晚上，就偶尔晚上就是一起那个，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未来就是
drinking，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有很多，我们也可以一起出去旅游啊。我们前段时间还说我们要一起去旅游呢，然后下次一定要计划一下一起去旅游，然后就一起玩拍照，好不好？要拍照，然后就是更多，希望我们的彼此的生活里面都会有更多对方。好，生日快乐！谢谢李嘎，来吧，来吧。坐吧，你讲课。嗨，猪猪，生日快乐！好漂亮，好辛苦，好瘦，好性感，好帅，好女人，好想嫁给你。哎呦，哈哈，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感觉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待一起这么久了，感觉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跟你说起。那就从你的定制吧，好像一直没变的是，每次你开始想定制的时候，就是拉着我陪你一起想。虽然每次给你提的大纲你都没有采取，不过每次看完你完整的定制，发现我的大纲确实是不可取的。每次定好定制的内容，又会拉着我听你全部的构思，每次都会感慨，怎么平时笨懵懵的朱一新能想出这么多厉害、这么连贯的东西。特别高兴这次你的定制全程陪着你，能够帮助到你。看到 cut 说我是不是想弥补你的去年，但是不是因为想要弥补，是因为去年在后台的时候你要去拍那一段 AI 的那个剧情，你当时特别的急忙，要准备很多东西，还有人希望有人可以帮你监督拍摄，然后呢又要跟一些听不懂人话的人沟通，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但是好像大家当时都很忙，我说我想要陪你去，你说不要，然后你就走了。我当时就特别后悔不该跟你耍小脾气。我就心想，如果有下次的话，我一定要让你没有办法拒绝我，哈哈，这次你就没有拒绝我。有次聊天，你说你觉得老丁挺可爱的，很喜欢他，希望他可以多陪你一会儿。我说什么意思？我不可爱吗？不喜欢我多陪你一会儿吗？然后你说你已经留过我一次了。对啊，上次抠爆跳到新航路的时候，我们俩对视了很久，然后我就哭了，我们俩就躲到后面，你问我咋了，我说我在这儿没有什么遗憾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去年没有参加你的定制。你说那你就留下来参加我的定制，我就做了个鬼脸，我说对，然后在那儿记不记得？然后你说那你就不是真的遗憾，你就只是说说而已，一模一样的语气，学得像吧？这么凶啊！然后就这样被你留到了现在，还参加了你的双巡。每次看到你的这种大演出，我就觉得好有面子呀！我的闺蜜是大明星哎，网络照进现实了。在武汉的时候，我问你怎么不私聊我上那个那不勒斯黎明？对，这个黎明，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去私聊了他们？我说因为当时我跟韩月、鸽子、老丁我们在一块打麻将，我们4个人，他私聊了3个，他们3个人突然放下手机，在那个群里面通通开始接龙了。我说打麻将接龙怎么不叫上我？然后他们跟我说是你私信他们的，拜托他们能不能上一下这首歌。然后一个微信名叫我是直女的也接了一下龙。然后你说是因为觉得我上太多歌了，你没有办法给我分一首单独的 unit， 没有办法给我一首 C。但是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帮助到你，挑什么都无所谓，哈哈，帅吧？今天的骑士有没有帅爆你？是啊。脖子很痛。上星期凌晨打电话给我，我说喂，干嘛？喂，追星。你一直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你说救我，我就吓坏了，然后我就跑去你的房间，打开房门叫你的名字，发现你蜷缩在地上，手脚一直在发抖。我问你怎么了，你上气不接下气，哭着说救我。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跟老丁一直掐着你的虎口，我掐左手，他掐右手，就这样慢慢你好了起来。我帮你请了假。就让我想到很早之前也是你的定制，你当时特别焦虑，一直哭着说自己很胖。我说你到底哪里胖了？结果你非要买那个3无产品的减肥药，然后你就哭，你一哭我也哭，我就特别着急。
所以这次定制你终于不用焦虑减肥了，因为你瘦的已经像一张纸片一样了。但是你又开始焦虑总选，焦虑青春盛典，你担心够不到你的目标，你说你总是留不住粉丝，但是这几年以来，你每次担心都是白担心的，所以今年你可以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像 PV 里说的，不用担心，大家都会陪着你的，而且我这有700多张照片，大家可以来我这兑换猪猪这次的周边照片，公司给不了你的，我跟老丁都可以给你。性感了，没事。感性。有纸有没意思？我不会哭的，我不能哭。没事。好漂亮呀！哇塞，超绝美的落泪。漂亮哦。好漂亮。来，开始，继续吧，以前的你总是很内向，现在的你好像越来越活泼了，身边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多了，真好。见过你的很多面，有辉煌的，有幸福的，有开心的，有难受的，有痛苦的。但是接下来的路，我希望你都是顺利的，心想事成的。希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可以一直陪着你。希望你不会再收到不堪入目的私信，不会让你有不开心的人和事，不会有不公平的对待。希望公司可以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不会再因为忙碌的行程让自己晕倒，不会再被 staff 气到心脏痛、嘴巴长疱疹。希望你可以赚很多钱，买自己喜欢牌子的包包。希望你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不是希望，这是一定的，你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以后你的每一年定制，我也会陪在你的身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猪猪叫我马上就到。生日快乐，追星！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我就打闪闪，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就是很庆幸这次全程陪着你，特别开心。辛苦喽！一点不辛苦。还不辛苦？每次看到一大早把你叫出来，你那个迷茫的眼神。对啊，我说猪猪，你叫我，你一定要给我上厕所的时间，不然我的肚子在陪你拍摄的时候一直在叫。就是猪猪找的这几次拍摄的地点都是感觉特别艰辛，就是顶着那种，要么就是顶着40度的太阳他在外面拍，要么就是那种没有空调的那种棚拍，然后呢猪猪边拍又边流汗，然后他的造型就是因为有汗嘛，然后头发就都粘在脸上。过去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朱一新每次就说好想发脾气，我说先别发，忙完再发。忙完有的是力气发，就是每次都感觉好像自己有好多话说，但是每次忙完就觉得没有意义了，过去了。是，就像很多事情它都是会过去的，然后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友情可以一直在。肯定的。好，那就说好了，以后这种重要的环节，记得要在我身边，记得要看。好的，我在台下看。好，以后肯定有你位置。哦，对，特别可恶！你有没有发现你忘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没回我微信。因为他本来说让我帮他看一下舞台，我说可以啊，把舞台发过来，2个人就不见了。好，然后就要快乐，要幸福。你也是。你灵芝，你知道吗？我提前给你准备的纸，这其实不是我说了我不会哭。刚刚我在那就给老丁看了一下我的信，他说你肯定会哭的，我说我绝对不会哭的，这没什么好哭的，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句号，我们永远不会有结尾。好了，好的。来吧。
公主补妆时间，公主补妆时间，可以从镜子里偷窥一下。很漂亮啊，很漂亮，很漂亮。偷偷补妆。你们两个不要拿着我的粉饼在那儿。怪紧张的。To 朱一新，距离你等一下上，哎，多少字？没算，你自己数一下吧，回去。距离你上次的定制已经过去1年了。在写这封信之前，我先去回顾了一下去年我们给彼此写的内容，想要看看那个时候我们最想对彼此表达的是什么。但是越看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被你这个走路歪歪扭扭、最爱装傻、卖萌卖可怜的臭企鹅给骗了。真应该把你的大名写在失信名单上示众。是谁之前大言不惭地说一点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生气上？结果在这越来越熟悉的1年里，发现了你更多的一面。不记得是哪次工作结束，从机场回到房间，你一直沉默。小青、小金来找我们玩的时候，正好你在洗澡，洗完澡直接出来，走到床上就躺下了。我们都坐在沙发上，小青，你没有跟我说他们要来。对啊，他们我一出来人都傻了，因为太沉默了，我就说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房间玩啊？结果没想到你这么不给面子，直接就走到床上躺下了。因为你们玩得很开心啊。没有啊，我们没开始玩，我们坐在沙发上，我都在里面听到了。你在里面偷听是吧？没有，你们的开心吵到我了。小青招呼你过来玩，你说太累了，你们玩吧。走到床边问你是不是不开心，还要嘴硬，没有啊。战局持续了2个小时，终于知道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答案。你说我根本就不在意你，因为在飞机上我用你的耳机听歌。不是。就是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帮我拿东西。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这个没有帮你拿东西，是先是这个原因，然后你还这个样子。不是，人家是说拿了就没法牵你了。好，先不翻旧账。哎，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我可要寒心了。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都给我哄笑了。过了一会儿，你还要问我是不是很难哄？这个时候我没有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在我微笑中的沉默，你在我微笑的沉默中应该知道的答案。什么难哄的竞争根本不需要竞争，因为你的难哄确实很难。所以刚刚谁说你好哄？是这样，身份地位身份不一样的嘛。你们是难哄，我们是好哄。因为你的难哄确实很难哄。其次，在我这里你不需要和任何人竞争，我的血条也只供你一个人消耗。说真的，你真的是一个赖皮大王，你总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到我头上，自己
己说完忘记了，就说没有啊，不是我说的啊。明明就是你说的，你就仗着我记性不好，口条也不好，你就使劲欺负我。所以我说我要写一个备忘录，把你这些赖皮行为都狠狠记下来。2025年2月21号。我叫朱一新一起晾衣服，他说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家，他说这是你的家，但是平时你都说这是我们的家。2025年3月24号，朱一新和我不是一架飞机。他说没有我的时间，猪猪怎么度过？好吧，好吧，那确实这一段时间有点度日如年喽。2025年3月26号，朱一新说。拍摄也想我，吃我买的东西的时候也想我。不同时间的飞机，在不同时间飞机的时候也在想我，我起飞之前也在想我。好吧。好吧，这感觉还不赖，看来我已经在你的脑子里生根发芽，占据领土喽。哎呀，对呀，那边是来的野人吗？啊，不是，他们抓了杆子酱。这边是尖叫鸡，好可怕！好，2025年4月22号，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上海。因为害怕失重，起飞前我捂住了耳朵，朱一新就会摸着我的头。这个时候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2025年4月26号，我们一起追到了烟火，在烟花的轰鸣里，朱一新许愿说，希望以后可以跟我一起看更大、更多、更漂亮的烟火。看着你亮亮的眼睛，觉得要是这一瞬间可以永远定格就好啦。可恶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题了，赖皮大王记录失败。回忆起这些画面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嘴角上扬，又在反复回忆的过程里更加沦陷了一次又一次。你不是说要骂我吗？骂你啦！这一年里，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一起拿了金曲第一，一起拍摄了很多 MV， 一起有了我们的巡演，也有了很多可以打上百欣与朱一新两个名字的烙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在彼此的房间里留下了更多属于对方的东西，好像已经习惯了房间里多了一双专属拖鞋，多了一。多了一支你的牙刷，习惯了去往对方的城市不需要带很多衣服，习惯了工作结束以后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一起靠在沙发上看剧，答应要一起看的剧也要等对方来了才可以看。但是你到现在都没跟我一起看，太忙了。
放屁！没有耍赖了，是吧？没耍赖啊！你说让我等你一起看，每次我们看第1集的时候，你就要睡觉。好，房间里放着你买的圣诞树，看着冰箱上我们的照片。你离开时，时不时看到你落下的东西。那天到你房间，看到床上我送你的小狗也有在好好的陪着你。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你，所以遍地生花。喂，120吗？是开心幸福的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没那么确定。比起之前，现在的我们在彼此面前变得更脆弱了，情绪也越来越多，沉闷也越来越多。数不清多少个睡不着的夜晚，或者望着彼此默默流泪，或者嚎啕大哭互相安慰，或者听着电话里的抽泣声无能为力。好几个值得开心纪念的日子，回忆起来好像叹息眼泪比快乐更深刻。这一刻我又不确定了。苛刻的眼光、偏激煽动的话语，时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这段关系中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慢慢，我们也开始容易崩溃，直至麻木。但所幸，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强颜欢笑着跟我说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出不开心的你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愿意在对方面前展现自己的狼狈。也懂得如何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和倾听内心，了解脆弱，理解不堪。你知道吗？其实这样互相理解的瞬间，也会让我觉得很幸福。说了很多，有开心，有难过，有崩溃，但是说到最后，总是能从各个小细节里感受到幸福。可能因为这些悲伤、感动、幸福的瞬间，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变得更靠近，也真正的构成了现在的我们。还有就是，有你，觉得很幸福。我还以为你真的要怒骂我。
就是我觉得吧，确实今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了，但是好像各方面的矛盾跟摩擦也更多了，可能确实磨合期很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磨合期就是这样嘛，是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恶意少一点。就像他刚刚说的，确实节奏太多了，真的让人觉得挺累的。因为本身在这里工作就很辛苦，面对压力本身就很大。然后，说实话，不被影响其实确实挺难的吧。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变很多，确实挺无力的。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恶意小一点。好累。我也是，就是跟你在一起，其实真的很幸福。也希望我们的幸福可以延续更久，也可以不用去管外面那些。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好吧。差一点听到了，快点！充值，充值是要充会员才能听吗？你不要凑进来，你们的头不好看，画面。说完啦。很喜欢你。节目响起。就是也希望，你不管对什么都再多点信心，就像对你自己自信一样。好吗？好。好的。辛苦你了，这些天陪我练舞。你也很厉害啊，完成得很好。好喜欢你。没有，你可是又唱又跳的呢。不是，我们在唱那个南红的主题曲。怎么都会？
大家的也这么有版权意识啊，就会唱2句。我刚也只敢唱第1句。好啦，就是非常感谢每一位就是陪我到现在的朋友们，跟各位为我忙碌的大家，然后 staff， 然后还有你们，对，真辛苦喽。你要不用谢。就是也是自己熬过来的嘛，大家辛苦我肯定都是知道的。然后想对你们说，其实当时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当时也犹豫了很久嘛。我也跟大家说过，当时就是只是单纯喜欢《公主披风》这首歌，然后觉得它的前奏好听，而且还是某位老师的歌写的，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好听，然后也因为当时其实觉得自己很迷茫，因为有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感觉，很挣扎，然后就想着就觉得这句歌词很好，赢不强求，败也不服手，然后他们还跟我说影子写错了，然后当时我也在直播里说了，其实写错也挺好，至少不想有这个王字，是吧？挺迷信的，然后但是就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然后没有想到真的要去做，这样就是这件事情了，是吧？但是其实还是心里挺没底气的，这条路确实太难了，就是有时候也会在想，如果自己跟大家这么努力了，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我估计可能会崩溃吧。因为确实，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嘛。但是回过来又想想，就觉得，经历其实也很重要，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很就是创造羁绊的事情，是吧？而且一直以来，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不管我许下什么，就是在幻想什么天马行空的这些事情，大家都会努力的为我做到。对，大家很厉害。然后接着就开始想这套定制。跟 DeepSeek 聊了好几个晚上，调教了好久，然后在里面不停的抓取各种有用的信息，然后不断的问他，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然后跟大家也聊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定下来这整套的方案，然后中间又一直在删改，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感觉这次虽然没有以前工作量那么大，但是却让我觉得特别疲惫，可能是因为确实。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了，就是现在确实可能压力确实有点太大了，感觉跟去年的压力还是挺不一样的。去年感觉好像还算是一个比较依靠大家的这么一个可以当小孩的这么一个形象吧，但是今年了好像觉得自己要长大了，成长了，要肩负更多了之后，就觉得不该跟大家说这些东西，就觉得大人要有大人的样子，对，然后还好这次的免礼能够顺利完成，然后辛苦每一位，然后也辛苦大家今天看到这里，希望这个夏天得偿所愿吧。谢谢大家。任何时间，超级猪猪，来起来！任何时间。